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美国的 B2 轰炸机到底有多厉害？不得不承认，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二、新型引轰领先全球30年，作战性能远超美国 B2。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 B2 轰战机的可怕之处。战略轰炸机是空中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成核力量三位一体的重要一环。而战略轰炸机的定义是要能够携带核武器进行投掷。因此，这世上拥有符合战略轰炸机定义战机的国家寥寥可数。像中国的轰 6K 虽然也能达到战略轰炸机的范畴，但是轰 6K 毕竟是由轰6改装而来的轰炸机，就算再怎么魔改，它也跳不出轰6的基本框架。因此，轰 6K 在中国现如今的国防需求中显得越来越不适宜了。现如今有符合真正定义的在役战略轰炸机的国家就2个，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美国。从这一点来看，我国还有很大的差距。其中，美国有着幽灵之称的 B2 轰炸机，更是全球唯一一款在役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因此也被视为最强的战略轰炸机。那么 B2 轰炸机到底有多先进呢？ B2 轰炸机的设计目标是美国的空军被苏联打击到不成体系的情况下，能够深入纵横千里的距离，到苏联深处投掷核武器。因此 B2 必须能够脱离护航战机独自作战。特殊的作战需求让这款全球唯一的隐身战略轰炸机脱颖而出。本着只要苏联雷达体系无法发现我就能脱离护航编队独自作战的思路， B2 轰炸机在设计之初就在朝着拥有强大的隐身性能发展。毫无疑问， B2 隐身轰炸机是集成了美国在冷战期间最顶尖的军事航空技术的，也是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战略隐身轰炸机。在 B2 设计之初，美国军方要求 B2 能做到的是隐蔽地突破苏联严密的防空网络体系，寻找并摧毁苏军的机动型洲际弹道核导弹发射架和其他重要战略目标。在这样的要求下， B2 必须具备优秀的隐身性能，具备高空突入和超低空突防能力，能够避开苏军对空雷达探测，潜入敌方纵深，以80%的成功率完成任务。为了保持对苏联的绝对技术领先优势， B2 的研制工程是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之后，美国保密程度最高的军事科研工程。在集合了美国航空工业的顶尖精英设计人才无数日夜的辛苦工作和进行了极为高度的保密工作之后， B2 这位暗夜幽灵终于在黑暗之中诞生了。从1997年首批6架 B2A 服役到生产线最终关闭，美国只生产了21架 B2A， 单机造价高达24亿美元。B2 的先进之处，其一，超大的航程。 B2A 轰炸机机身长21米，高5米，翼展52米，最大载弹量22680公斤。机上装有4台美国通用公司生产的 F118型涡扇发动机。飞机在空中不加油的情况下，作战航程可达1.2万千米。空中加油一次则可达1.8万千米，每次执行任务的空中飞行时间一般不少于10小时。美国空军称其具有全球到达和全球摧毁能力。B2 的先进之处，其二，优秀的隐身性能。B2A 隐身性能出众，其雷达反射截面不到0.1平方米。隐身性能首先来自它的外形。B2A 外形光滑圆润，毫无褶皱，不易反射雷达波。驾驶舱呈圆弧状，照射到这里的雷达波会绕舱体外形爬行，而不会被反射回去。密封式玻璃舱罩成一个斜面，且所有玻璃在制造时掺有金属粉末，使雷达波无法穿透舱体，造成反射。机翼后掠33度，使从上下方向入射的雷达波无法反射或折射回雷达所在的方向。机翼前缘的包覆物后部有不规则蜂巢式空穴，可以吸收雷达波后方的探测雷达波无法反射回去。而且 B2A 无垂直尾翼，这就大大减少了飞机整体的雷达反射截面。机体下方没有设置武器舱或武器挂架，连发动机舱和起落架舱也全部埋入到了平滑的机翼之下，从而避免了雷达波的反射。
B2飞机的整个机身，除主梁和发动机机舱使用的是钛复合材料外，其他部分均由碳纤维和石墨等复合材料构成，不易反射雷达波，并且这些不同的复合材料部件不是靠铆钉拼合，而是经高压压铸而成。此外，整个机体都被喷涂上了特制的锡箔油漆，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敌方探测雷达的回波。为了隐身的需要 ，B2A 飞机的发动机进气口放到了机翼的上方，呈 S 状，可让入射进来的探测雷达波经多次折射后自然衰减，无法反射回去。发动机喷嘴则置身于机翼之内，也呈蜂巢状，使雷达波能进不能出。此外，发动机构件内还装有气流混合器，它能将流经机翼表面的冷空气导入发动机中，持续降低发动机室外层的温度。喷嘴呈宽扁状，使人在飞机的后方无法看到喷口，特别是由于采用了喷口温度调节技术，喷嘴部分的红外暴露信号大为减少，飞机的隐身性能大为增强。B2的先进之处其三，性能先进的雷达和航电系统。B2A 机载雷达为休斯公司制造的 AN/APQ181型相控阵雷达，这种相控阵有2个雷达天线阵列，特点是不需外加旋转或摇摆式天线，只通过信号阵位的改变和组合，可对不同角度和不同方位进行扫描。它的工作频率在12到18G 赫兹，磅礴瓣小，抗电子干扰能力强，工作模式共有21种，最突出的是合成孔径雷达工作模式和反合成孔径雷达模式，前者主要用于扫描陆地地貌，可清晰地获取161千米距离内地表的扫描图像，供飞机对地面目标轰炸时使用；后者则主要用于识别和捕捉海上目标，最远有效距离可达128千米。另外，还可让 B2A 轰炸机使用地形匹配和地形规避技术，使其能贴地低空突入敌方空域去遂行轰炸任务。该雷达2套天线装在2个雷达罩内，位于机翼前缘下方，分别距离机身中心线2.7米。2套天线并不同时工作，当一套发生故障时，另一套自动启动接替工作。一套天线由65个高精度加工平板组成，本身的 RCS 很小。B2A 上还配有先进的 NSS 导航系统，该系统内包括2种导航设备，一种是惯性导航单元，一种是 NAS27型天文导航单元，分别为 B2A 提供先进的自动导航和传统的星座对位导航方式，互为补充保险。机上的目标瞄准系统采用的是全球定位 GPS 辅助瞄准系统，显示模式可放大4倍，方便观察瞄准。炸弹击中目标的误差通常小于6米。B2A 还带有型号为 APQ50型的电子对抗系统，该系统既可为飞机提供雷达预警，又能迅速珍惜敌方雷达所处的方位坐标。飞机上的 ZSR-62型主动式电子对抗系统能够快速、主动地对敌人进行干扰和压制。在 B2 自身的辅助瞄准系统和 JDAM 制导炸弹的 GPS 惯性导航组合制导之下，投弹误差在2到3米之内，精度相当之高。B2 的先进之处其次，强大的武器载荷。B2A 轰炸机的2个旋转弹架能携带16枚 AGM-129型巡航导弹，也可携带80枚 MK82 型或16枚 MK84 型普通炸弹，或36枚 CBU-87 型集束炸弹。使用新型的 TSSM 远程攻击弹药时，携弹量为16枚。当使用核武器时，可携带16枚 B63型核炸弹。此外 ，AGM-129型巡航导弹也可装载核弹头。2002年2月 ，B2 增加了使用联合防区外空对地导弹 JASSM 的能力。而作为美帝在冷战遗留下来的黑科技，其技术水平可以说领先了俄罗斯将近1个世代。对于还在使用轰6这样的古董的中国来说，差距更为巨大。而且美军每年都在对 B2 进行各项性能的升级工作，以对抗军事科技发展速度越来越快的潜在对手。到底领先多少，已经难以评估。同时，从目前 B2 的实战经验来看，其作战对象大多是一些军事实力和防空体系比较羸弱的小国。在面对中俄这样拥有较为完善的预警监视防空体系的国家，仅靠
B2单机突防成功率还是比较低的，而且目前中国也研制出了专门针对美军 F-22和 B2的新一代的反隐身雷达。对 B2来说，入侵中国的领空又增加了不少的风险。隐形轰炸机凭借出色的反雷达探测能力，可以悄无声息潜入别国领空，被视为现代化战争中夺取制空权的重要法宝。只是迄今为止，全球唯一掌握隐轰技术的仍然是美国，其 B2隐轰自诞生起就是全球唯一一款的隐形轰炸机。不过，媒体消息，另一款新型隐轰终于亮相了，前2架原型机直接让美国 B2在空中战斗机领域的霸主地位遭到挑战。报道称，该机型的原型机预计将于2021年完成首次飞行测试，大概2025年就能成功交付使用。面对该机型的相关消息，不少专家预测称，该机型的先进程度恐怕将领先世界30年，而一旦其成功服役，就意味着美国 B2隐轰要将一直以来的世界第一拱手相让。刚开始，不少人以为是中俄的某架战斗机，但事实是这款新型隐轰是美国的 B-21突袭者隐形轰炸机。按照 B-21项目目前的进度和以往公布的消息来看，美国在该项目上的投入非常大。从美国新政府公布的2022财年预算中可以看出，大概有多达28.73亿美元的资金会被投入到 B-21项目中。一旦项目顺利推进，军方大概将会有100架 B-21战机进入装备库。此前，美国的主力5代战机 F-35一度受到美国高层讨伐，认为存在投入成本过高等问题。专家认为，一旦 B-21隐轰成功服役，将意味着美国空军的战备补充能力将大幅度提升。多年来，美空军一直充当其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帮助美国实施了不少战略威慑任务。美空军还曾透露一项轰炸机部署计划 ，B-21隐轰就是该计划的主力。资料显示，美国目前现役的轰炸机数量总共有158架，其中 B2数量为21架。而经常出现在中东地区以及日本周边的 B-1B 轰炸机有61架，但随着这2款战机服役年限已久，美国只有加快新型战机的建造，才能让美空军战力不至于陷入空白期。而面临同样状况的还有美国海军。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